观之道为使者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挚友小关，很高兴再次与大家见面。国家级名老中医李乾构今年83岁高龄，身体依然健康，还能坚持出门诊。可你一定想不到，10多年前的李老身体并不好，患上了12种疾病，有高血压、冠心病、糖尿病、支气管扩张、慢性咽喉炎、慢性气管炎、脂肪肝、胆囊炎、胆结石、前列腺增生、颈椎病、双膝关节退行性改变。这一串疾病列出来可够吓人的。李乾构原北京中医医院院长，中医脾胃病专家，从医55年。原来李老年轻时工作繁忙，又抽烟又喝酒，还爱吃肉，不注意锻炼身体，时间一长，富贵病、老年病都找上门了。那作为一个老病号，李老又是如何把身体调理好的呢？他向我们分享了3大法宝。第一宝，三花保健茶。此茶的功效是活血化瘀、降压降脂，李老已经坚持服用了10多年。他能从12种疾病中脱身，跟常年饮用此茶有着密切的关系。三花茶做法：玫瑰花1克，杭菊花2克，三七花3克，龙井茶4克，冲泡后服用即可。方解：玫瑰花疏肝解郁，调节情绪；菊花清肝明目，降压降脂；三七花活血化瘀，补益身体；茶叶利尿，消除疲劳。李老说，老人血粘血稠，容易发生中风，三花茶活血化瘀，使血液流动得快，不至于淤血。另外，它还可以疏肝解郁，降压降脂，因此非常适合中老年人服用，特别是有高血压、冠心病的病人，可以喝这个三花茶，有很好的保健作用。花的用量可以根据个人情况来调整，比如血压高的人可以加大菊花用量，爱着急生气的人可以加大玫瑰花用量，年纪大有颈动脉斑块的人可以增加三七花的用量。原则上每种花的用量不要超过4克。茶叶也可以根据个人喜好和气候来调整，比如夏天可以选择绿茶来解暑，冬天选择红茶暖胃。那么每天要喝多少呢？李老介绍，人每天需要补充1500毫升左右的水。他每天早上起床后会喝500毫升的温开水，然后上午服用400毫升的三花茶，下午服用400毫升，晚上吃完饭后再服用200毫升，这样每天大约要喝掉1000毫升三花茶。服用时还要注意以下几点禁忌：一、晚上不宜喝太多，以免影响睡眠，因为茶叶有消除疲劳的作用。2、这个茶同时也是药，因此吃西药时不宜用它送服。3、脾胃虚寒、手脚冰凉的人，如果要用此茶，建议茶叶选能暖胃的红茶，同时里面加2片生姜，生姜也是暖胃的。4、孕妇、经期月经量大的女性不适合，因为三七花有活血作用。第二宝，七窍加三通。李老的七窍保健操是从师傅关佑波偷学而来，根据个人情况做了一些改良。年纪大的人醒来马上起床，容易出现低血压、脑供血不足等问题，建议早上醒来做一套七窍保健操后再活动。观友们可以一边观看一边学习。1、通鼻窍，按揉迎香穴20下。2、通耳窍，手搓热，按操耳朵20下。3、通眼窍，手搓热，从眼睛内侧往外按摩20下。4、通口窍，舌顶上颚叩齿1分钟。5、手梳头，用食指梳头30下，改善头皮的血压循环，有醒脑开窍的作用。6、干搓脸，做手搓热洗面，改善脸部血液循环，还有美容作用。上述所有动作加一起，大概需要3分钟左右，能很好的预防中老年人起床后头晕等各种问题。在李老看来，人要想健康，一定要做到3通，即大便通、小便通、毛孔通。李老也介绍了让他保持3通的一些办法。1通，大便通。李老介绍，便秘在我国的发病率很高，大概10%到15%，60岁以上的老年人便秘的发病率高达25%。
而便秘严重的老人在用力排便时很容易诱发心梗，导致猝死。日常生活中该如何预防便秘？李老介绍了5个方法。1. 主动喝水，特别是早上起床后要空腹喝400-500毫升温水。2. 科学饮食，多吃3薯，荤素搭配，以素为主，粗细搭配，以粗为主，适当多吃膳食纤维丰富的食物，可以刺激肠道，有助于排便。李老特别指出，要适当多吃3薯即白薯、马铃薯、芋头，它们是肠道的清道夫，因为3薯的纤维属于水溶性纤维，使得肠道润滑不干燥。同时3薯能让肠道的益生菌增长，把坏的细胞挤掉，以达到通便作用。3. 按摩肚子，饭后和大便时顺时针按摩肚子100下，轻轻地揉，别太使劲儿。4. 有便及时排，排便时注意力集中，不要看报纸、看手机。5. 千万别靠吃泻药解决便秘。在李老看来，吃泻药治标不治本，便秘反复发作，经常吃泻药容易引起肠子变黑，黑便病是肠癌的癌前病变，所以长期吃泻药治便秘是不可取的。2. 通，小便通。健康状态下应该小便畅通，尿色清亮。如果觉得排尿不顺畅、发热、尿色发黄、有上火症状，可以用6克茵陈和10克车前草泡水喝，有利尿作用。脾胃虚寒的人用这个方子时，泡水时记得放姜片。3. 通，毛孔通。适当出汗有助于排毒，使身体放松，还能调节体温。李老建议每天晚上睡觉前用热水泡脚，还可以在水里放点姜，喝点热粥、热汤，也可以帮助出汗，使毛孔通畅。第3宝，蒜蓉西兰花。西兰花经常出现在各种膳食保健相关的研究中，是名副其实的营养皇冠。很多人都爱吃西兰花，无论是当主菜还是做配菜，颜色鲜艳有食欲，口感和营养又好。吃了这么多西兰花，您知道它到底有哪些营养价值，怎么搭配效果更好吗？西兰花的5大营养功效。1. 预防癌症。西兰花是有名的抗癌明星，不仅富含硒元素、贝的胡萝卜素等有助于防癌的营养素，还含有硫代葡萄糖苷，经分解后可产生萝卜硫素，而萝卜硫素是公认抗癌较好的元素。研究发现，长期食用西兰花对预防结直肠癌、口腔癌、前列腺癌、胃癌、乳腺癌等多种癌症都有很好的辅助作用。2. 预防三高。西兰花富含可溶性纤维，有助于降低胆固醇水平，控制血脂。西兰花属于高纤维蔬菜，能有效降低肠胃对葡萄糖的吸收，进而降低血糖，是非常适合糖尿病人的理想蔬菜。西兰花里富含类黄酮物质，对调节血压有很好的作用。对于三高患者来说，西兰花是非常理想的保健蔬菜。3. 保护血管。西兰花中的一硫氰酸酯物质萝卜硫素具有抗炎属性，可预防血管损伤，保护心脏。类黄酮有助于清理血管垃圾，保护血管，预防中风。4. 提高人体免疫力。西兰花中的维生素 C、蛋白质以及多种矿物质含量都比常见蔬菜高，在蔬菜中是佼佼者。丰富的营养素有助于提高人体的免疫力，增强抗病能力。5. 强健骨骼。西兰花富含钙和维生素 K， 两者相互作用，对骨骼健康和防止骨质疏松具有重要作用。西兰花虽然常吃，但很多人在吃的时候都没吃对，导致营养大打折扣。以下2点错误，看看你有没有中招。1. 清洗错误。西兰花表面看似干净，但因其花穗较多，叶瓣里很容易藏农药和菜虫，建议用水清洗一下，并不一定能冲干净。建议先用刷子轻刷表面，分成小块后放入淡盐水中浸泡5分钟，再用流动的清水冲洗。烹饪之前放入加盐的沸水中焯一下，色泽更绿，吃者也更放心。提示：长时间的浸泡会造成叶酸等营养素流失，因此不建议泡太久，5分钟左右即可。2. 烹饪错误。西兰花中的维生素 C 等营养素是不耐高温的，
不建议用高温爆炒的方式来烹饪，清蒸相对来讲对营养的损失更小。看似普通的一道菜，李老却每天都要吃。李老介绍，下面这道菜不仅可以杀菌抗病毒，还能调节血脂、血糖、降压、抗癌，甚至能够杀幽门螺杆菌。如果您肠胃健康，可选择凉拌蒜蓉西兰花，杀菌抗炎效果更强。而肠胃较弱的朋友可以选蒜香芙蓉西兰花，减少肠胃刺激。凉拌西兰花做法：一、将大蒜拍碎，加入1份酱油、2份醋、半份香油拌匀，放置15分钟。2、西兰花焯水后，浇上蒜泥凉拌汁即可。蒜香芙蓉西兰花做法：一、取2个蛋清，加入少许盐，淀粉打至起泡。2、大蒜切碎，下锅煸炒，待下锅炒打好的蛋清加入开水、盐、料酒调味，再放入西兰花，翻炒均匀收汁即可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，观友们可以在视频下方给小关留言，喜欢小关的别忘记点击订阅哦。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